在今天的这部教学影片中，开课将要教各位如何在 Roblox Studio 里使用脚本播放你制作的角色动画，教会你关于 Animator、Animation、Animation Track 这些 Object 的使用方式，还会带你探讨该怎么样优化你的动画在伺服器端或客户端的播放哦。那么，如果你已经看完了我们先前的这部影片，已经做好了一个角色动画，就只差学习脚本播放的话，你可以直接往下看。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自己的角色动画，就赶快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去学习怎么帮你的角色制作一个动画吧。那么首先就让我们先简单写一个执行动画的脚本来进行测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客户端，也就是 Local Script 上来做动画的播放。所以呢，我们在 Starter Player Scripts 底下呢新增一个 Local Script。卡克，我个人的习惯是，我会把这个 Local Script 取名为 Animations。用来负责处理玩家会看到的所有动画。接下来，如果我们要播放动画，我们会需要用到玩家的角色模型底下的 Humanoid， 在底下的这一个 Animator 的 Object。Animator 它主要负责动画的执行，还有在伺服器端和客户端上的复制工作。所以我们就输入这些程式。如果你还看不太懂这些酷程式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复习一下克拉克的这些影片。另外提醒一下，用习惯 Humanoid 的 Load Animation 的开发者们，这个函式2年前就已经被弃用了。我把论坛文章放在影片资讯里面，有空记得更新一下你们脑袋中的知识库。那么刚刚有提到，我们的 Animator 呢要负责动画的执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实际上 Animator 会去找到那些可以被执行动画的关节或骨骼。那么我们该怎么让 Animator 知道该让哪一些酷酷的关节们执行什么动画呢？还记得我们上一部影片将动画上传到 Roblox 的时候，有得到一串动画的数字 ID 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到它了。但是我们的 Animator 笨笨的，如果你只告诉他一串数字，他会不知道这串数字是做什么用的，所以我们就会需要一个叫做 Animation 的 Object。你可以透过 Instance.new 来创建这个 Animation 的 Object， 或者如果你想要更好的管理你所有的动画，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Animations 的脚本底下呢，直接新增一个 Animation 的 Object， 然后我们将它取名为 With Any。Animation 这个 Object 呢，它底下有一个叫做 Animation ID 的属性，这个属性呢就是用来放我们上传的动画 ID。开课呢，接下来会使用方法一，但是我2种方式都写给你看，你只需要在这2种方式里面挑一个就可以了。要记得我们的这个 Animation ID 呢，要填你自己的。如果你填开课影片中出现的动画 ID 是不会起作用的哦。接着我们就让我们的 Animator 使用 Load Animation 这个函式呢，来载入我们的 With Any。那在这里呢，又有一个酷东西出现了。我们在 Load Animation 载入动画之后，还不算是播放了动画，我们反而呢会取得一个 Animation Track 的 Object， 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创建一个 Animation Track 的变数呢来把它接住，这个 Animation Track 才是播放动画的关键。我知道这一连串介绍下来，你可能会对这一大堆的 Object 感到很困惑，让我简单举例一下。Animator 就像是一台 MP3 播放器。等一下，现在的小朋友知道什么是 MP3 播放器吗？在影片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好，算了，让我举另外一个例子。Animator 就像是一个乐手，他负责弹奏乐器，来让音乐可以正确的被弹奏出来。Animation 则是乐谱，让 Animator 知道现在要弹哪首歌。Animation Track 就是一个乐手已经拿好乐器，而且眼睛盯着乐谱的状态，现在就只差我们发号施令，下令弹奏音乐而已。希望这个举例呢，有帮你更好理解这些 Object 的作用。我们在 task.wait 等待5秒钟之后，使用 Animation Track 的 Play 函式播放这个挥手的动画。我们按下 Play 进入测试，稍微等一下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角色挥手了，跟克拉克打声招呼吧。不过，如果你在这部影片只学到这么一点点是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些 Animator 在伺服器端和客户端的问题。首先，为了验证问题，我使用 Animation Track 它的 End 的事件。这个事件呢会在我们载入的这个 Animation Track 的动画播放完毕的时候触发。
播放完毕之后，我们等待个3秒钟，再次播放这一个动画。我们这一次呢，使用上方的 Test 选项，找到 Client and Service， 选择 One Player， 按下 Start 进入测试。我们首先看到客户端，也就是有玩家角色的这个视窗。我们的玩家呢，在挥手完之后，等个3秒钟，就又会再挥手了。这个时候，我们同样在上方的 Test 选项，再按一次 Start， 追加另外一位玩家进来测试。这个时候，不管你现在正在操纵哪一位玩家，你都能看见另外一位玩家呢，也会对我们挥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看伺服器端，你会发现我们伺服器端的玩家角色呢，也同样会有动画出现。聪明的你，如果有看完克拉克的这一部影片，对于伺服器端和客户端的理解很好的话，你可能会很困惑。我们不是在客户端的 local script 上播放的角色动画吗？这来讲，应该只有这个客户端可以看到这个动画才对，不是吗？重点来咯，我们的 Roblox 为了让所有的玩家都能正常看到其他玩家的行动，像是走路、跳跃、游泳、攀爬之类的。如果我们前面介绍的 Animator 它是属于一个玩家的角色模型的话，我们的 Animator 会自动复制目前正在播放的动画到伺服器端，然后再将这串资讯呢复制给其他的客户端，这样呢就能确保所有的玩家都能正确的看到彼此的动画啦。不过魔鬼藏在细节里，细心的你有听到关键的那句话吗？如果我们前面介绍的 Animator 它是属于一个玩家的角色模型的话，我们的 Animator 会自动复制目前正在播放的动画到伺服器端。没错，就是这句话。如果我们播放的动画对象不是一个玩家的角色模型，而是一个 NPC 的话呢，我们可以来测试看看。这是一个我们上一部影片用来制作动画的 Dummy。我们在我们的 Animations 的脚本里面呢，定义 Dummy， 取得 Workspace 中的 Dummy。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不会用到 Character 了。我们把原本 Humanoid 这一行的 Character 改成 Dummy， 按下 Start 进入测试。你可以在操纵玩家角色的客户端这里呢，看到我们的 Dummy 已经开始在和我们打招呼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伺服器端，我们的 Dummy 呢是没有任何的动画正在执行的。我们再按一次 Start， 加入另外一个玩家进入测试。你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2个客户端，就算我们的 Dummy 很有礼貌，有和2位玩家打招呼，但实际上这2个客户端的动画是不同步的。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 Dummy 它不是一位玩家，它只是一个 NPC， 所以我们的 Roblox 就会节省资源，不会把我们 Dummy 正在播放的动画复制到伺服器端了。如果我们只是要让这个挥手动画作用在一些像是商店的 NPC 之类的，这样当然是最好的解法，因为我们不需要让玩家呢都同时看到商店的 NPC 和我们挥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在开发游戏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的但是如果这个 NPC 在处理的动画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例如我们的 Dummy 它其实是一个 Level 99的 Boss。而 Boss Dummy 要放大绝了 ，Dummy 在放大绝之前，也会有一个动画用来提示所有的玩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这个动画是能够同步给所有玩家看到的了。当然，克拉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还在这部影片教你怎么放大绝。我们这边呢，就简单用图解解释给你听。克拉克如果有想到合适的主题的话，再实做给大家看。还记得我们一直强调的，重要的事情要在伺服器端做。Boss Dummy 放大招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也许会有一个 script 是在处理 Boss 战的程式。你这个时候可以在要实际放大招开始伤害检测之前，使用一个 Remote Event 底下的 Fire Client 函数，告诉所有玩家Dummy要放大招了。接着我们就可以在玩家的客户端，也就是 Animations 这个 Local Script 这里，使用 OnClient Event 接收来自伺服器端的讯息，然后帮 Boss Dummy 播放动画。那么非常聪明的鼠宝们，你可能会想说，我也可以不要使用 Remote Event， 我直接在伺服器端播放动画不就好了吗？当然可以，这同样能达到我们要的效果。这就是聪明人在写程式的时候会有的批判性思维，值得鼓励。
但是这是在 Boss Dummy 只有一个的情况下。别忘了我们在前面假装写的程式，伺服器端呢还是没有播放动画，我们只是 Firewall Client 告诉所有玩家在他们的客户端上面播放动画，所以我们没有在伺服器端上面占用任何的资源来播放动画。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游戏有非常多的 NPC， 例如成千上百只的僵尸敌人，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在伺服器端上播放所有僵尸 NPC 的动画，那你就会吃掉非常多的伺服器资源来处理全部 NPC 的动画。这种优化就是资深的游戏开发者们和新手开发者的差距所在啦。当然，关于动画的东西，克拉克还有很多东西没讲，尤其是 Animation Track 的这些属性函式还有事件。那我希望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自己去读读看 API。自主学习呢，永远是我们在开发道路上能够成长的最大关键。克拉克，我会把我在做这2部影片收集的资料呢，都放在影片的资讯栏里面。如果有合适的动画功能主题，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OK， 希望今天的这部影片对你开发 Roblox 游戏有帮助。影片最后要非常感谢这些好书宝们，在克拉克断更3个月的情况下，还愿意加入克拉克的频道会员。如果你生活留有余力，你可以考虑每个月花75块台币加入频道会员，或者给我一次性的超级感谢，支持克拉克制作更多免费的教学影片。今天这部影片呢就到这里，别忘记按赞、订阅和分享，开启小铃铛。这里是克拉克，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